快进来吧。这个包有点湿，先搁里边吧。没事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放开！罗文凯，我一定要你死得很难看。行动，你听我说，行动，你听我解释，行动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，行动。唐天宇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完蛋了。行动。喂，喂，我是在喝酒，但是我喝得很开心啊！我在为你喝喜酒。张天杰醒过来了，然后再顺利的给你生下一个小宝宝。你们以后的生活会非常非常幸福。我恭喜你啊，罗文凯！你是个混蛋！王八蛋，我害你！你好好幸福啊！混蛋！
我们分手吧。你别喝了，哥，你别喝了，怎么不听劝呢？你给我拿来。不该，你别闹了。哎，哥，天宇来了。让他滚！不想见他。大哥，不用那么绝了。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吧？啊！让他滚！你不动手，我动手。你非得要这样吗？哥，哎，天宇，小赖子，我想见见兴东。你也看见这儿挺忙的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我在这儿等他拍完。哎，别，冯丽，你先带天宇回去吧。兴东好像不想见你。走吧，天宇，他们这儿正拍戏呢，咱们先出去。走吧。我明白，我在门口等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先走吧，我还有点事儿想跟小赖子说。走吧，一块儿走吧。他现在不愿意理你，你在这耗得耗到什么时候啊？没事儿，你先走吧。那我走了，你快去快回。我知道。你吃东西了吗？我来给你送。你给我丢人丢了还不够是吧？跑丢了心眼了！滚！赶紧滚！你听我解释，兴东，你给我次机会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走啊！走！你听我讲好不好？兴东，滚不滚？兴东，滚！你听，快点！次机会，滚啊！滚啊！滚远点！有他们东西滚他们东西！刘兴东。干什么？心疼是吧？哎，赶紧的拿走啊！啊，两个人好好过。记着啊，结婚的时候发帖子给我。天宇，天宇。天宇，你醒了？你是不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？我要回家。哎，你打完点滴再走啊！医生说你极度营养不良。我要回家。天宇，我送你回家。
冯丽，哎呀，快可回来了你！快扶他坐下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没事吧？你去哪儿了？要不是小赖子偷偷打电话给我，我都不知道出了这么多事儿。你可真是够倔的。刘星东不理你，你也别理他呀！你干嘛呀你？一次次被他欺负，你痛快呀？没病吧？你喜欢被他虐待呀？谢谢你送他回来。他好像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身体特别虚弱。你去做吧，早晚把你这小命都搭进去。本来我还想回来陪你住几天呢，可是过2天我要去横店拍戏，这一去就是好几天，你说你怎么办呢？谁照顾你啊？冯丽，你去拍你的戏吧。我想让他去我那住2天，我那有钟点工，可以照顾他。是吗？那也挺好的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在这等星东回来。我走了，他就找不到我了。姑奶奶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再这么倔了，行不行？再这样，早晚把小命都搭上。冯丽，你该干什么去干什么，我会让钟点工每天都来给他送饭吃的，放心吧。那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我把钥匙。谢谢啊。别客气。罗文凯，如果你觉得有人对不起你，那是我，不是我爸。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对不起我。那你就不应该用这种口气跟我爸说话。当年我爸出钱救助你们母子，仅仅是想帮助你们，不是因为他的女儿嫁不出去，需要他花钱买一个女婿。我知道，你，还有你爸妈，都是好人。你知道就好。不过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：背叛感情的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你就是张天玉。你是？真能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可怜样儿，还就他妈有男人喜欢吃你这一套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还想问问你想干什么呢？就是你，把学姐害得那么惨，每天每夜在酒吧里灌酒，喝了几次都吐了胆汁儿，你他妈还问我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1个小时之内，你赶紧从这间房间给我消失，否则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阿彪，雪雪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不是我，你的生活都是让他给搅和的，我这是在帮你呢。你帮我？你帮我什么？我把东西给他。走吧，走吧。他们有点过分了，你可以继续住院。司小姐，如果是我打扰了你的生活，那我很对不起。用不着，没有张天杰，没有张天玉，还有什么张地狱？请你不要总是把我姐扯进来好吗？我没这个兴趣。她算什么东西？司雪雪，你凭什么说话总是高人一等？你凭什么对我和我姐总是这种态度？你想知道吗？那我告诉你，
不是我高人一等，是你们下贱。我最恨你们这种又穷又贱的人，凭一点姿色就往上爬。对，你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，可你除了家境好，你还有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有什么？为了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，就去不择手段的抢别人男朋友，破坏别人感情。四雪雪，你不觉得你很可怜吗？你骄傲、自负，你觉得你什么都有了。可当你再也留不住那颗心的时候，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，用你想象的理由来污蔑别人。你夜夜买醉，怨天尤人。可你想过吗？你自己有什么问题？没人跟你争什么，也没人跟你抢。可是你却输了。你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。我是穷，可是我不会随便受你们摆布的。当你们赶我走的时候，我是可以随时叫保安的。你现在又宽容施舍的让我回去，你以为我就会乖乖回去吗？对不起，您好，我问一下，原来住在6号床的那个病人呢？不知道，我们是今天早上住进来的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不起，哎，护士，我问一下，原来住在6号床的那个张天玉上哪儿去？哦，昨天我换班的时候看到他跟几个男孩子走了，打头的那个好像样子很生气。龙凯哥，天玉，是谁接你出院的？我已经没事了，你坐吧，在家一样可以休息。而且住院费多贵啊！再说，我已经耽误你很多时间了，不好意思耽误你了。你不能出院，大夫说你要好好调养，你不能住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你跟我走。啊！你听我说，哎呀，你先放开我！我不想再影响你的生活了，你应该回公司，应该去找司雪雪。是他叫那些人把你赶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做什么？我要问司雪雪，她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不关她的事儿。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他会不会这样做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为什么一个一直陪在你身边、一直爱你的人，你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呢？维系一段感情很不容易，你要珍惜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毁了它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我一时的冲动呢？你看看，解约？你要跟洪志解约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自由。你要想清楚，你走到今天，我知道很不容易。当初我跟你姐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也是这么说的。可是当初我太懦弱了，我已经错了第一次，我不能再错过第二次。这样做不值得。不管是为了我姐，还是为了我，都不值得。燕雨，我跟红润公司解约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我自己。我需要这份自由，我需要重新选择感情的权利。如果你今天跟我说你不需要我，我不会说什么。但是有一天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，不受任何人、任何事的约束。我要的就是这份自由。进来吧。喜欢吗？你要搬到这里来住吗？这是我给你租的房子，搬家公司一会儿把你的东西送到。
我那边挺好的，不用租这个房子。反正我已经付了半年的房租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以为你跟红日解约，连房子都卖了呢。放心，离开了红日，我还是罗文凯。文凯哥，你不用对我那么好。这房子虽然小了点吧，但是我觉得你一个人住足够了。最重要的是它的阳光非常好。天宇，我一定会挣很多钱的，我会给你买大房子，特别大的房子让你住上，让你每天都看到太阳。我上去看看。我在这等你。请进。哎呦，谢谢，来了。这罗文凯他要解约是吧？都知道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这罗文凯也真是的，说这解约金数目也不小。公司现在不缺这笔钱，不放他。对了，这个罗文凯那单曲啊，停了。停了。停了。可我们为做这单曲花了不少钱呢，你这。我爸赔得起这点钱。这事儿有点大，司总知道吗？那你要不要现在给他打电话，你来跟他说一说？没什么事，我先走。文凯哥，回来了。啊，对，我给你送粥来了。你身体刚好，多吃流食对肠胃有好处。怎么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呀？陈嫂呢？我现在状态好多了，头也不疼了，可以不用请保姆了。用请保姆的钱啊，可以天天给你买薏米粥了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家的钥匙，以前是陈嫂拿着的，现在放在你这儿，你有需要可以直接过去。你真的要跟红日解约吗？解约申请我已经交上去了，可是一直没有答复，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可以暂时不接电视剧，先出张唱片再说。上次录那张单曲，我唱得很有感觉，而且和欧阳菲合作的也很愉快。那就好，只要你有积极的心态就好了。放心，我现在身体很好，心情好，工作状态也会很好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喂，是文凯吗？哎，你好，欧阳。他们停止了那张唱片的发行。是啊，我现在就搞不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红日公司不惜赔偿违约金，也要停了这个项目。没关系的，欧阳，我想我们之间可以有新的合作。文凯啊，你现在毕竟是红日公司的签约艺人，如果我们跨国公司直接和你合作的话，可能坏了规矩。我们毕竟是公司，不想树像红日这样的敌人，希望你能理解。那好吧，希望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可以再合作。怎么了？他们停止了我所有的工作，又不肯跟我解约，就是想让我没有事情做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别的公司愿意请我，出一笔违约金，强行解约就可以。会有这么简单吗？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按照公司的计划，艺员部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培养新人刘兴东，这是他的宣传计划。你是说让他演龙在天涯的男一号？这刘兴东形象不错，武戏也没得说，可是我担心他的文戏。没关系啊，我给他找表演老师。这两天我已经安排了各大娱乐记者的采访。好。哎，不对啊，听说他昨天拍戏伤了腿，碍事吗？不碍事，小伤。不过，我们得让他碍事儿。啊？我等的就是这机会。你忘了，受伤是演员标榜自己的最好机会。可以啊你。行，那就把阿昌叫来，给刘兴东好好做个造型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听说罗文凯最近在联系池影视。哎呦，我可一点没听说。你不是跟他们艺术总监挺熟的吗？你是说？好吧。动用公司所有的力量，阻止罗文凯跟一切有实力的公司联系。OK。我先走。罗文凯呀，这回他们跟你动真格的吗？回来啦。天玉，陈嫂呢？陈嫂走了，我今天没班，就过来帮你收拾下家务。你不是今天去见迎风公司的制片人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太合适。哎呀，你看你没班就好好在家休息嘛，不用帮我打扫卫生，我自己会做的。到里面坐吧。为什么不合适？那不是还有一个池蕊公司呢吗？也不合适。我去帮你倒杯水吧。陪我坐一会儿。文凯哥，以前你的工作都是公司替你安排，现在要你自己去联系，他们会不会刁难你，或者给你脸色看呢？司小姐，
我记得公司给我的打造计划里面有一条，就是不得有绯闻。我会好好做的。杰总，我想问你点事儿。天宇。杰总，下面开会了。啊，哎，改天联络啊。杰总。啊。我想问问你，罗文凯的事儿。雪雪，我，文凯，哦，你先站着。你问文凯什么事儿？我听说红日公司停止了他的一切活动，却不跟他解约，而且还动用关系阻止他跟其他公司合作。你们想把他逼到绝路上吗？天宇，这事儿不是你管得了的，也不是我管得了的。你回吧。杰总，你跟他这么多年同事，又是朋友，你能不能帮帮他？帮帮他？你让我怎么帮他呀？天宇，你这么说就太幼稚了。你也看得出来，而且你说文凯这人，唉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啊。你回去转告文凯，让他别跟国内的影视公司接触了。没用，红日公司势力还是挺大的。他们在香港没什么势力，我建议他跟香港的影视机构接触接触。来，我朋友电话。谢谢杰总。我先进去了。没想到还有点狠劲儿。你这身衣服是不是有点违背了公司打造计划？我这衣服不是挺合适的吗？现在该换季了。你要知道，你的发型和服装是公司统一安排的，没有我们的允许，你是不能随便换造型的。你的名字我找人算过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叫平川东。这不合适吧？我们那儿改名可是个大事儿啊。那你觉得叫刘兴东能成为明星吗？那也别叫什么平川东啊，这太像日本人了，不合适。签约的时候你仔细看过合同了吗？公司对你进行的是全面包装，你必须无条件服从。你的腿医生怎么说？大夫说我这腿过1个星期就完全康复了，到时候这宝贝儿就用不着了。再过1周的时候是我们给你安排的第1期记者采访。记住啊，参加记者会的时候一定要拄着拐去。啊？为什么？道具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是啊，而且这个剧本非常非常的好。哎，天宇，你简直想象不到我看剧本时候那种心里的激动。制片人还跟我在这边砍价呢，说他给的稿酬肯定不能和红日相比。可是你都不相信，我恨不得跟他说，就算你不给我稿酬，我都要去演，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剧本了。我相信你到时候一定能演得特别好。对了，文凯哥，我身体已经全好了，我想回医院上班。我好好上班，你好好研究剧本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您是我见过的心态最平和的艺人，祝您成功。谢谢啊。再见。再见。
拍的挺好，这标题也不错。你现在火了，公司这2轮的宣传计划非常成功，你的伤也养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出单曲 MV 了，所以接下来你会越来越忙。替身组的工作，我希望你尽快了结。可是，我现在还是那个替身组的组长呢。但是你现在已经不能再做危险动作了，你懂吗？这个替身组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哎呀，我对这个替身组抱有很多的感情，兄弟们在一块儿，情同一家人。我知道我应该服从公司的安排，可是你既然知道，就应该服从。我希望你尽快撤出。你拿去抽啊，以后抽这个。我没想到，一帮香港人在打罗文凯的主意。这是这个戏的制片班底名单，这帮香港人真会钻空子啊！这个时候找罗文凯，既可以降低成本，又可以保证拍摄质量。也不知道是谁推荐的，真不是东西。可惜我们的触角伸不到香港。丽丽啊，帮我约魏广伦。好的。主任，您找我？啊，天宇，来坐吧，坐吧。您找我有事儿吗？对了，我忘了问了，你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早就没事了，我已经上班好几天了，谢谢主任。是这样，天宇，医院呀最近新招了一批专业的护士，所以这个护工呢就不需要了。主任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医院有自己的一套人事管理制度嘛。可我跟那些孩子相处得很好啊，他们的脾气、喜好我都很了解的，而且他们也愿意跟我在一起。我也只能按制度办事。啊，天宇，你去财务那儿领一下这个月的工资吧。这个就是张天宇。嗨，这些报纸经常糊弄人。前阵子不是闹腾过一段时间吗？这次不一样，新报上你看看，不光是有消息，连网站上都有呢，都有帖子了。不会吧？帮上大明星还在这儿当护工啊？他这次可惨了，红日已经和他解约了。唉，想当初他可是我的偶像呢，真是红颜祸水啊！红颜？我觉得这张天宇也不怎么倾国倾城呀。嗨，人家有手段呗。哎呀，两个姐妹搞一个，哎呀，这样子乱来。如意界就是乱，你呀就这么地了，没你的份儿啊！什么叫文艺界啊？你这文艺界就这么乱。哎呀，大明星就是大明星这样。哎，小姐，给钱，1块1块。
谢谢你能来看我。什么话呀？我为什么就不能来看你啊？哦，对了，文凯，律师把那解约合同给你了。嗯。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才给我。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呀？那个时候是你想解约，现在人家是人想解你，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形势之下。那些八卦新闻，闹了半天你都看到了，各大网站都看得到，我能看不到吗？那我挺佩服你的，还能坐得住。我以前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，现在我觉得，只要自己觉得安心就挺好的。龙凯啊，你知道你身上最招人烦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你这股子自以为是、不识时务的劲儿。哎，对了，那天我让天玉给你那个我朋友电话，你打了吗？我还没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听说他们要请你是吗？对。你是说？对。这就是你不识时务、自以为是的劲儿。你以为红瑞公司势力达不到香港，他们就办不到？他们可以把你绯闻炒。这两天，人家没跟你联系吧？我告诉你，剑道江湖的男一号已经定了新人无远了。现在看出私下的厉害来了吧？文凯，你是不是特恨雪雪啊？你知道吗？其实雪雪完全可以在你第一次伤她的时候，她就把你逼到现在这种地步。那个大小姐有仇必报，可是她一直对你没这样，她一直在给你留机会，她一直在原谅你，那是因为她爱你。你知道我是个粗线条的人，可是我都看出来了，她现在比谁都痛苦，除了忙她经纪公司那块儿，啊，她又过来帮了我好多，她现在忙来忙去忙工作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让她自己不想你。以前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们，可我现在啊，真是不忍心看了，我就不忍心看你们俩这么互相折磨着。文凯啊，你能不能再好好想想？我不恨他，可是我们回不去了。什么叫回不去了呀？你说你较什么劲呀？啊？哎，文凯，我可以跟你打赌，你看雪雪现在这么整你了，如果你把手一伸出来，她立马能扑你怀里来。杰克，我知道你拿我当朋友，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，可是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像你想象的那样。你们认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就是我要的快乐，不是的。你以为你真是大明星啊？跟我耍什么酷啊你！我告诉你，罗文凯，香港那个戏接不成了，你干什么呀？下档拍那些撒脏烂的戏，你拍吗？哎，你不拍你吃什么呀？啊，这么大房子你靠什么养啊？我不会拍那些烂戏的，我有手有脚，我能养活自己。你自己养活自己？你会干什么呀？啊，你除了演戏会干什么呀你？我告诉你，罗文凯，你天生就是个当演员的料，你除了演戏什么都不会，你养活自己。文凯，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究竟出了多大的事儿，让你自己把自己逼成这样？爸，文凯，文凯，去，你去向雪雪赔罪。怎么？难道你要我替你去吗？那好，爸，我和雪雪已经彻底分手了，我们回不去了，我也不想回去了。什么叫回不去了？雪雪对你那么好，如果你也好好对待她，你们之间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呢？你说她整你，换了谁，谁都会整你的。人家怎么对待你，人家的父母怎么对待你，可你呢？
什么香的臭的都往家里带。那张家姐妹那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那都是些整天处心积虑、挖空心思瞄着有钱人，随时准备往上爬的人呢。你糊涂啊！你在说什么呀，爸？你哪来那么多钱买这个？这是上次你给的，贝贝交学费的钱。我看您才糊涂呢，真的。回去把东西退了，把学费交上。既然您来了，就多陪我几天。我上去换件衣服，出去买点东西。哎，文凯，文凯，哎。哦，你是张天玉吧？您是伯父吧？进来，请坐。坐。伯父好。哎，你看，漂亮吗？挺漂亮的。这是我让文凯送给雪雪的。其实啊，文凯和雪雪的感情一直挺好的，他们俩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。现在新奇感过去了，在生活的磨合中，磕磕绊绊的事儿总是难免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有第三者插进来，那对他们的感情伤害就是很大的。人呐，活着总不能总想着自己，对不对？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而伤害其他很多人呢。而且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处心积虑得到手的时候，也许就变质了。我不是怪你呀，可是自从你出现之后，都给文凯带来些什么？文凯的心眼好，心肠直，很容易相信别人，也就很容易被人利用他的善良啊。伯父，您的意思我都明白。你还好吗？怎么了？对不起。你也看到那些报纸了？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我总是让你那么担心。不过天宇，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脆弱，我会坚强的面对这些困难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文凯哥，你能答应我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会坚强面对的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我走了。也许我将去远行，安静地离开。
天宇，有事吗？上去吧。那我走了。文凯哥，我走了，用不了多久，一切就都会过去，就当我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走了，你要好好记得，你答应过我的话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会坚强的面对。爸，回去把项链退了，把贝贝的学费交上。你自己要多多注意啊。我这你放心吧，路上小心。哎。张天玉小姐今天早上找到我，说是要退房。你说什么？哎，这房子还没住满1年就退了，
所以啊，这是你们违约啊！我跟你说，押金我可是不退了啊！哎，冯丽，我是罗文凯，我问一下，你天宇和你在一起吗？没有，天宇他不见了。哎，张小姐离家出走了？他走之前和你说了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他就说他要离开了，所以就把房子退了。哎，哪天你把房子给我倒腾出来，我还得赶紧租给人家呢。你别说了，你看看，今天才几号？钱都不是已经给你了吗？先出去吧。啊，好。天宇，你找谁呀？天宇，天宇。都是我不好，最近都没好好陪陪天宇，都是我的错。文凯哥，你能答应我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会坚强面对的，好吗？老婆，来，看看，怎么样？啊？这是你的车？怎么样？老公有本事吧？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哪有钱买车呀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有的是办法。上车。